喂，妈，我哥他们的事情您知道吧？是您让他们打电话给我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呀，他们先给我打的电话，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对吧？小梅，你赶紧过去一趟看看情况啊！这次你一定要救救你哥哥啊！一定要救救他呀！那是他们自作自受，我为什么要去救他们？哎呀，小美啊，你过去帮你哥哥找找人嘛！啊，你在上海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吗？上次那么大的事情都摆平了，你这次帮他找找人啊！你救救你哥哥和嫂子，他们可不能坐牢呀！你说他们要是坐了牢，那雷雷可怎么办呢？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啊，有什么事情都丢给我，你无所不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妈，这事我管不了，那是他们自作自受，知道吗？他们就算判刑我也不管。不行啊，小美，你不要讲这种话了。你哥哥连件换洗衣服都没有，你说这么冷的天，他你要冻出毛病来的呀。小美，咱们家就你一个能出面的人，你无论如何赶紧过去看一看，好吧？我新换的工作，我怎么请假呀？如果这个工作丢了，我们全家人都没饭吃。你的心怎么这么狠的啦？你当初你哥哥还不是你把他赶出家，不让他回家的？你把他房子还卖掉了，那他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。要是在家的话，起码还有口饭吃，那怎么也不会去干犯法的事情的呀。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管的。哎，小美，小美，我跟你。樊姐，恭喜你换了新工作，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，乖乖小蚯蚓。喂，我姐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讲不得了了，你嫂子他们两家人打上门来了。他们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他们能干什么呀？人家来问我要闺女呀，说都是你哥哥给害的啊！那你说我怎么办啊？啊，我要是给他们开门，他们会不会打死你爸爸呀？哎，别，妈，先别开门，千万别开门啊！这样，现在我说一句，你学一句。哦，好的，那你说，你跟他们说，这个事情我不知情。好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你们别再闹了，如果再闹，我就出去说你们女儿卖淫嫖娼被抓的。好，你们不要再闹了。你们要是再闹的话，我就说你女儿是卖淫嫖娼被警察抓起来的。要脸你们就先回去，等我女儿回来会处理这个事情。好，你们要是要脸的话，就赶紧回家去，等我女儿有空回来，再处理这件事情。你不要拿你女儿来吓唬我们。就是看看吓唬谁呢？就是，你们走不了的。走，咱们明天还来，晚上认上家。哼，走。怎么了，妈？怎么样了？啊？小梅，走了。小梅啊，就算妈妈救救你啊，你帮你哥哥吧，好不好？你说他们娘家的人肯定还会再回来闹的，到时候他们把你爸爸打死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你说我又顾着老的，顾着小的，我在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小梅，妈妈求求你了。行了，我挂了。来，大家辛苦了啊！来，再喝点水，辛苦了。哎，再喝点啊！来，大家辛苦了啊！谢谢。
这一单生意啊，好不容易跑过来的。哎，谢谢啊。大家都打起精神来，来喝啊！手下的活都精细点。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！这个公差啊，一定要做到最小。客户这回要求比较高。如果咱们这回这个单子通过了，我请大家吃饭好吗？啊，真的好，太好了，加油，干活！哎，好的，来，来，干嘛？把水喝了啊！放这儿吧。来，辛苦啊！坐一下，行，那就这样啊，行。喂，喂，小美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今天啊听了一天的课，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好多新鲜词汇我都没有听过，所以就记在本子上，现在回来温习呢。看来你干劲儿十足啊！是啊，现在真心觉得是入错了行。HR 固然轻松，可是天花板低，发展有限啊。培训老师说的对，现在最紧缺的呢，就是高级金融人才。如果我当时一毕业就干这个，肯定混得比现在好。是啊，现在好的理财师真是太稀缺了。不过你现在也不晚啊。德贤投资这个平台不错，你又那么优秀，你学起来肯定比别人快。但愿如此啊。你怎么样？跟客户谈的？挺好的。哎，你不知道那是个大客户，这好不容易把这个线才牵上，我就想着吧，我今年加把劲儿啊，我争取拿下他1年的单子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量做好，说不定能成为固定客户。你想想，哎，我公司的这个业务量和收入，肯定就有保证了。哎，你那儿怎么那么吵？是在工厂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在工厂呢。哎呀，我得盯着点啊，我得在他们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赶紧出样啊。今天晚上要加班，我刚还给他们送吃的呢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赶紧找地方吃饭，顺便买点好酒好菜给师傅们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他们都有加班费呢。规矩一向如此。你这就叫掉以轻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是说这个生意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那你就应该加倍做点笼络。行了，赶紧干正事儿去吧。我这边挺好的，你不用惦记。我1天都没有见到你了，我实在是想你。你不要赶着我去做事好吗？我就想跟你多说说话。别拿惦记我当偷懒的幌子啊！我可不是让你得当。赶紧忙正事儿吧。又被你识破了。好，那我做事去了，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往北川呀，往北川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上房子啊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家呢？你知不知道我家里？还是算了，不行，不能管，坚决不能管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先进。不好意思。来吃菜啊！好。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喂，我下班了，你到哪儿了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正在陪客户吃饭呢。这个项目，这我接不了你了。非常有钱。刚才忘跟你说了，客户？什么客户啊？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倪哥。倪总，这我们都合作好多年了。一定能够保证。他这临时有事儿来上海，我肯定得作陪啊。没事儿，我自己回去吧。行，那你路上慢点啊。等回去以后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没问题。好。这么长时间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倪总。没关系，肯定是女朋友吧？盯得够紧的啊，还车接车送。来喝酒。你这男朋友可不好当啊。
不过呢，这种事情我们都能理解啊。来来，大家今天好不容易凑到一块了，来，咱们今天多喝点啊。吃了饭以后，咱们去 KTV， 不醉不归。好，来。喂，小美啊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把下个星期的这个生活费给我打过来吧。啊，我要用。有什么意外开销吗？花点钱嘛，你还要问东问西的呀？我是你妈，又不是别人了。你今天晚上就给我打过来啊！今天我连买菜的钱都没有。我问你有什么意外开销？给你爸爸买药，买头疼药。医生开的处方药啊？什么名字啊？是医生来家给爸看的病，还是爸去医院了？他会张口给医生说他头疼吗？哎呀，我说呀，到底我是你妈还是你是我妈呀？啊，花点钱嘛，还要给你请示汇报的。你今天晚上就把钱打过来。您不说清楚，我不会给钱的。我没有嫁富翁，我填不了这个无底洞，我没钱。好的，跟你讲，那个亲家今天过来了，人家说要去处理你哥哥和嫂子的事情，跟我要些路费。那我没办法，就把生活费给他们了。我想嘛，总不能让你哥哥一直在牢里待着呀，对吧？总算他们肯去，那有人去总比没人去要好的了，那起码还能捎个音信回来。你说呢？他们去有什么用啊？他们有钱把两个人保释出来吗？还是有钱请律师啊？他们连门都进不了。我看他们就是故意骗钱的。你还真把钱给他呀？哎呦，我给都给了呀，那这个星期还有好几天呢，你总不能看着一家老小饿肚子吧？你给钱之前怎么就不知道想想呢？反正我跟雷雷明天就没有饭吃了，你看着办啊。樊姐，先走了啊。樊小姐，我没恶意啊，就是顺路想送你回家。一天工作挺累的，别这么辛苦坐地铁了，上来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好吧，希望下次有机会能送你。拜拜。走了。小美，怎么了？怎么样？你帮我想解决办法了吗？这事儿吧，本来就不能先开口子，那边毕竟是你妈。我知道不能让我妈抱有侥幸心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饭吃了。我妈为了我哥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的钱，现在他们都不可能借给他。即使他饿得昏天黑地去敲亲戚朋友的门，都不一定能混到吃的。他们只能等死了。要不，我明天让我朋友过去给他们送点吃的，只送吃的，解决基本生存。不行，他们只要知道我不会让我妈饿着，就会把钱全部给我哥，然后转头管我要吃的。我妈为了她儿子，可以伟大的只留一些自己生存的食物就行了。那你也不能饿着他们吧？现在还有小孩子呢。王百川，我是让你来帮我解决问题的，你倒好，给我出难题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现在累得连站都站不住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呀？要不这样，你每周给他们都是500块钱，你可以考虑先给他们100，然后这100呢，从下一周的定额比例里面扣除。哎呀，可是你如果把你自己定的规矩作废，那你在你妈眼里面，那就没有什么信用了，左右为难啊。我没想到这一层吗？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吗？你不要太着急啊。你看啊，你妈买米不会是只买1天的，不会是1天只买1天的量，对不对？说不定她现在买了有1大袋，现在还剩大半袋呢，这肯定是够这星期时间里面吃的。拜托，你这都是什么废话呀？你还不如说家里有皮带，有鞋底，还有桌子腿儿什么的可以煮着吃呢。我是让你帮我想办法的，王百川。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是不在我身边呢？你怎么就那么忙啊？小美，
喂，李阿姨，你总算是接电话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让我帮着你盯着点你爸你妈吗？他们今天没饭吃了，上我家借米来了。您说什么？这借米，等着米下锅呢。哎呦，说是啊，没钱买米了。我让你妈跟蕾蕾在我家吃的饭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没有按时给他们寄生活费呢？我每个月都按时打钱的。李阿姨，能不能麻烦您给我家送点钱呀？千万别说是我让送的，就说是您借的，我回头让我朋友把钱给你送过去好吗？我说小凡呢，不是阿姨不想帮你，问题是你们家事情太多。你说回头我把钱送过去，那你妈还不得天天来我家敲门啊，找我借钱呢？这事儿我真不能答应你，当时我答应，也就是为你通风报信儿啊，是吧？好吧，李阿姨，谢谢您打电话给我，我再想办法，拜拜。这个打磨效果还行啊，就是这个机床甩板子还不够，很不够啊！我看你还得多盯着点啊。哦，好，我明白了，赵红，您放心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小美，我现在和赵公看州城呢，我一会儿回给你行吗？别挂我电话，别挂我电话，你快帮帮我行吗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这么紧张？我妈跑邻居家借米去了，看来是真的没钱了，过不下去了，你帮帮我。这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这开春没多久，家里还那么冷，老的老，小的小的，这不能没东西吃。行，你别哭啊，小美，你千万别哭，我一会儿就让我朋友给你送过去，一定不会饿着你妈的。不行，这样会不会破了规矩啊？哎，你这样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我一定不会让你妈知道是你受益的。你这样，你先回去，等有了消息我再通知你。好。樊胜美为家里的境况揪心，又担心王百川办事不力，泄露出事情背后他的那只手。而此刻的王百川根本来不及去考虑樊胜美的心情，樊家的事匪夷所思到超出他的想象。这种家庭，这种血亲关系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花样吗？他又能帮着解决到什么地步？他对樊胜美深深的爱意，真的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未来吗？一想到这里，王百川就觉得心里发寒。小美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同意。什么？我不同意你自说自话，我不同意你说分手就分手，我不同意。小美，王百川，是你来招惹我的，是你说你会背着我走一辈子，你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放弃我，我欺骗你嘲笑你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，我家里一团糟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，你妈妈让我们俩分手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，现在怎么了？啊，不就是没有钱了吗？不就是公司开不下去了吗？没什么的，王百川，我也不会放弃你的。
我就是不想拖累你。你说什么拖累不拖累啊？如果说拖累，应该是我拖累你。如果我不是让你买房子，如果我不是经常催你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其实都是怪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别说了，这些都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我自己愿意的。裴川，我已经31岁了，我这么大了，我分得清谁是真心谁是假意。你知道我的个性，我可以站在这儿。你知道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，我知道我们今后会面对什么，我也知道我们今后的路有多难走。我经常跟小蚯蚓他们说，一定要找个好人，不要冒险，不要去挑战生活。生活真的太艰难了，真的不应该去挑战。可是为了你，我愿意，真的，我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。我不能跟你承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俩究竟的结果是什么。可是为了你，我想试试。没有房，没有车，没有钱，我们究竟可以走多久？小梅，其实我也不愿意分手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赶紧吃早饭吧，吃完饭去趟公司，跟大家好好解释解释。此刻的生活有选择，随性洒脱，扔掉冷漠的原则，是真的我。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，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，是真的我。爱笑的眼睛要哭过。